嗨，大家好，我是 Emil。今年10月番都陆续播出3-4集左右了，而在10月番里有一部也算备受期待的作品，终于在10月21也上架了。这部作品就是《药师少女的毒语》。今天这集我会来快评目前为止《药师少女的毒语》这部作品的表现怎么样。还不认识这部作品的观众，如果想先知道一些基本资讯，可以到我的频道看《药师少女1分钟新番介绍的 shorts》，再回来看这部影片。我在动画上映前只有看过前几章的小说，漫画2个版本我都还没看过，所以对于画面的呈现我还蛮期待的。实际看过动画之后也觉得表现确实不错，所以接下来我会直接进入主题，分享这部作品的一些看点，跟我看完前3集的一些心得。先分享一下我目前看完前3集最直觉的感受，就是节奏舒服的很有特色。我在看原作小说的时候，其实就有感觉到这部作品节奏上特殊的地方。首先，它的剧情进展其实很快，跟一般常见的轻小说差别大概是它不会很仔细的讲述每个动作、表情，甚至部分剧情情节也用旁白的方式快速带过，但非常强调主角猫猫的内心独白，把猫猫的思考逻辑像心智图画给你看的感觉，所以在内心戏这部分的节奏就会觉得恰到好处，不会让人无法理解。整体来说就是故事进展很快，但攸关思考对话的部分又很谨慎仔细，这大概就是整部作品在节奏上的特殊之处。以上讲的是我在原作小说里感受到的，那在动画里节奏这件事有什么改变呢？我觉得上述讲的特性是跟小说差不多，整体来说动画节奏是比小说慢一些，因为很多剧情情节就不是用旁白几句话带过，而是真的有展现画面，像是猫猫被绑匪绑架的部分。但因为小说节奏真的很快，所以动画稍微放慢后我其实蛮喜欢的。这种节奏放在《药师少女的毒语》这种宫廷推理剧是蛮不错的，很容易聚焦，也不会感到无聊。推理的部分因为现在才3集而已，前面算是单调一些，直到第3集幽灵这边就比较有推理的感觉了。而角色的独白表现是真的很不错，有展现出宫廷剧那种每个人都有各自算盘的特色，思考的内容也不会太水，是真的能够让人跟上并觉得有道理的程度。独白的长度不会长到让人觉得很无聊或很累，大概一段后就会固定有其他剧情推进，之后再透过后续的独白整合之前的讯息，可以明显看得出制作组在独白的思考脉络上有下功夫。口白的部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争议的地方，因为《药师少女的毒语》应该是我看过第一部由日本产出的宫廷剧，要注意我说的是真正的宫廷剧，而不是有中华元素的就算。我猜过去日本的宫廷作品数量应该也不多，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过往在字词的使用上跟中国还有台湾有什么差异。先不论 Netflix 的翻译处理的怎么样，我有仔细听里面使用的日语，基本上就是一般的敬语而已，听起来并没有太多复杂的古语或专有名词，甚至在没有使用敬语的时候，对白更是非常现代化，甚至还有外来语出现。这点对部分喜爱宫廷剧的人来说可能会小小出戏，但是说实话也蛮特别的。我听到他们讲名字都是中文发音的时候是觉得很新鲜很有趣。再来是画面表现，其实当初看到 PV 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蛮稳的，色彩很鲜明，画风很讨喜，几个镜头表现也很出色。这几天实际看的时候细节更是丰富，我觉得光是看这些中国宫廷的背景就很享受了，真的。我建议如果你们已经看过了但没注意背景，可以再回去看一次。我当时还在想，到底是拍真人剧要做这种背景比较难，还是全部用画的比较难？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宫廷场景研究大师，可能看不出细节深到什么程度。毕竟这部作品的背景是虚构的，使用的器具或纹路什么的应该是没有必要特别考究，而且用画的也不会出现冷气室外机穿帮这种事情。此外，光影的呈现也都很漂亮，整体来说我觉得画面可以说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看点。剧情表现的话，我觉得这部主要看点真的就还是在人物身上，透过思考的方式还有各种行为表现出角色个性。事件内容以目前前3话来说算中规中矩，第3集表现还不错，有感受到制作组想呈现出那种谜题背后隐含的美，我猜这应该也是一次要出到第3集的原因。整体来说，《药师少女》作为一部宫廷推理作品来说，各方面都算相当有意思，但就不用期待里面会有符合真实历史的细节啦。
以上大概就是目前我对《药师少女的毒语》前3话的一些心得。这部作品因为算是比较少见的题材 ，PV 表现也算不错，所以关注度其实还算高。接下来这阵子应该会掀起不少讨论，实际观看的感受如何，可能就见仁见智。我自己目前为止是还蛮喜欢的，算中上的程度。不知道各位看完后有什么心得呢？欢迎底下留言分享。如果有想看到我做什么内容，也可以留言提出。喜欢这部影片，欢迎订阅及按赞，给我一些支持。我是 Amy，我们下次见，拜拜。